如此深。嘴！阿言，对不起。月光不承人意，烟波弹着怀心间希儿，思绪，于是幻想是我一直留着。是我连累了你。如果有来世，不要再遇到我。我心甘情愿。我这一生机关算尽，却落得这般下场，真是不甘啊！银智也，梦一央，悲风动白雾，藏尽满城乡。银智也，梦一央，悲风动白雾，藏尽满城乡。银智也，梦一央。若曦姑娘，阿言，若曦姑娘，王爷，她是周若曦。若曦姑娘，
言。阿言，若曦姑娘，王爷，若曦姑娘，这是给二夫人备的药，已经准备好了，记得按时服用。多谢王爷解我燃眉之急。受人之托罢了。皇兄与若瑶姑娘外出，他托本王照拂周家之人。希儿也是沾了长姐的光，这一幕似曾相识。这不是我第一次约见阿燕之时吗？她是周若曦，那我是谁？公主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你怎么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呀？公主？什么公主？公主，你没糊涂吧？你是大庆来云瑞和亲的福威公主啊！我是福威公主。等等，福威公主，我好像在哪儿听过。兴寿9年8月初3，大庆和亲队伍抵达青州，公主府修缮未完，暂休整于驿站。当夜驿站遭匪，大庆和亲队伍皆丧命于此，无一生还。兴寿9年8月初3，我回到了3年前。现在是何时辰？再过半整茶的时间，就到戌时了。戌时。滚开！娘，是女儿回来晚了，娘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虚实一哟。公主，戌时还未到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娘还有的救，娘还有的救。王爷，大庆福威公主下榻的驿馆遭遇盗贼，福威公主下落不明。本王有要事在身，先行送姑娘回府。多谢王爷。公主，开门！快来人开门！周王室私放印子钱，谋取私利，罪无可恕。继续打！来人，快开门！老爷，我冤枉！不是，让开！哎，住手！站住！都给我住手！女儿回来了。何人胆敢私闯州府？这是和亲文书，里面印有2国官印。这位就是大庆的福威公主。大庆公主，公主因何理由来我府上？怕是假扮的吧？夫人。来人呐，给我把这2个来路不明的女子赶出去！是。我看谁敢！都给我住手！燕王殿下驾到！他怎么也来了？
娘，娘，希儿，娘以为再也见不到了。你就是大庆公主。哎呀，不知王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啊！这是家中小事，王爷，前厅请。既如此，何不趁此机会，为娘洗脱冤屈？敢问王爷，私放印子钱，栽赃他人，可否算是内宅小事？即便不是内宅小事，也是我云日的内政。大庆公主，你为何要插手啊？周大人的二夫人是本公主的姨母，是大庆皇后的亲妹。周大人以为本公主该不该管？怎么，周大人不信？尽管去查。没想到，这大庆公主的母后竟然是娘从小便失散的亲姐姐。若她知道娘在州府，娘是不是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？本公主早就听闻，云瑞国法严明，州府若是真的想将这一切推到姨母娘家的身上，就得拿出证据，否则，那便是徇私枉法、草菅人命了。周大人，啊，王爷，你是否有证据？我啊，有证据。王爷，这是从二夫人房中搜出来的印子钱凭证。娘的房中怎么会有这些？上一世我并未见过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有人证呢。人证？二丫头，你来说。希儿啊，你想好了再说。希儿，这印子钱的凭证确实是王家给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怎么可能会害娘？这亲女所言，可为实证啊！王家私放印子钱，谋取私利，罪无可恕。父亲，娘与王家一向不睦，父亲一直都知道，这印子钱凭证定是他们栽赃陷害的，请父亲为娘做主。我不能让他们将罪责推到娘身上。王氏作为王家的亲女，又怎能独善其身呢？周夫人捣果为因，好一张巧嘴。州府之中，究竟谁才是印子钱案的受益者？公主何出此言呢？周夫人的这身衣衫虽然不显山不漏水，但却是出自江南织锦局的极品，价值连城，怕是连皇宫当中都没有几件吧？王爷，敢问周大人身为鸿胪四卿，俸禄如何？周大人家境到底得有多殷实，才能让自家夫人能用得起这些东西？你，周大人，公主所言，你可有要解释的？不是，王爷，这大夫人身上穿的是镇国侯府，他们所赠啊。这公主初来乍到，她不知内情。公主，你可不能冤枉老臣呐！王爷，印子钱一案尚有待查实。此事皆因家中女眷是争宠擅妒而起。大夫人，你还不认罪？啊，你还不认罪呀？啊，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没弄清情况就责罚了王小娘，还请老爷恕罪。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，那方才姨母挨的那些板子，
又当如何？来人，把大夫人拉下去，杖刑20。是是，老爷，带下去。老爷，老爷，娘，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。周大人，本公主与姨母刚刚相见，想要留在州府，不知可否欢迎？啊，公主要留在府中，是老臣的福分。老臣这就差下人去准备。王爷，微臣告退。这大庆公主有点意思。公主殿下，王爷，公主殿下，王爷还没走，是有事要问我？大庆和亲队伍在驿馆遭匪，唯独公主侥幸逃过，还来到了州府，一切太过巧合了吧？驿馆遭匪，我竟不知道有如此大的事情。王爷是怀疑这件事情与本公主有关？和你无关吗？你们云瑞的人真是可笑。贼匪杀人，王爷不去追问受何人指使，因何目的，反而过来追问本公主。王爷倒不如问本公主，知不知道自己为何该死？真是伶牙俐齿。公主好生休息，待本王查明真相，再来向公主说明实情。这样也好。如今阿言与我形同陌路，娘也救下来了，不知道一切是否都能改变。娘，跪下，跪下！你可知今日你错在何处？王家薄待娘，女儿本想替娘出气，没想到反被主母利用，是女儿错了。你是替娘出气，娘不怪你，更愿意豁出性命护你周全。可你今日所为，分明是将王家视为仇敌，这样会害死他们的。他们不该死吗？娘把他们当做娘家人，他们又是如何待娘的？娘在闺中之时，是谁逼着娘整日里做小伏低，为了一点权势就嫁给周家？娘在州府饱受欺凌之时，回娘家寻求庇护，是谁不顾亲情把娘给赶了出来？娘生重病的时候，是谁连1文钱都不愿意拿出来？娘，印子前爷本来就是王家贪慕钱财、与虎谋皮，如今东窗事发，主母有心陷害。如果女儿当时不将王家抖出来，一定会连累娘。要是王家真的垮台了，你以为娘会全身而退吗？这件事与娘无关，女儿去求父亲，求父亲护着娘。你太天真了。要是你爹
娘还有半分歉意。今日之事根本就不会发生。福威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为什么要出卖你娘？为什么要做那些让自己后悔的事？公主是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这样的话？是高高在上的大庆公主，还是我那素未谋面的表姐？我知道这些年你处处被崔氏压着，可就算再难再险，你也不应该出卖自己的亲娘。你知不知道与虎谋皮，焉有其利？道理谁人不懂？但是这些道理，究竟是能让人活命，还是能让人飞黄腾达？我可以护着你。多谢公主殿下。但公主殿下毕竟是来和亲的，今日能护得了我们，待公主殿下离开了州府，我和娘亲在州府又该如何自处？娘亲还要多加休养，公主殿下请回吧。或许我不该指责从前身处迷雾、找不到出路的自己，我得尽快搞清一切，想办法将娘和希儿带走。公主，你的参汤到了。别动！你们究竟所图为何？为何要让我假扮公主？公主，你这是干嘛呀？你是大庆公主啊？还不肯说是吧？那就休怪我不留情面。我说，那日姑娘昏倒在路边，是我们家公主救了你。你醒后神志不清的，忘记了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。姑娘的样貌又恰好与公主相似，我们公主便让你顶替了她的身份。你家公主想让我替她去死？我们公主只是不愿和亲。那日驿站偶遇匪徒，实属意外，公主并不知情。你家公主现在何处？奴婢不知，只是公主让我盯着你。公主与我毕竟不是同一人，如何替的？我们大清皇族女子皆以面纱示人，除身边奴婢外，皆无人知其相貌。公主又有和亲文书，只要奴婢在身边，姑娘便是公主。你叫林兰是吧？往后你跟着我，从前你家公主如何待你，我便如何待你。但你若敢将替身一事说出去，我不会留你性命。是。事已至此，我得好生利用这大清公主的身份，不让自己重蹈覆辙。王爷，您这是要属下的命啊！和亲护卫队里的侍卫，武功比起你来，如何？听闻大清的武士都是个顶个的高手，武功嘛，自是比属下强些。他们都是个顶个的高手，却被一招致命，甚至反抗的痕迹都没有，足以可见凶手的厉害。可是，谁有胆子胆敢刺杀和亲公主？这可是影响两国邦交的大事啊！
父皇，儿臣以为，绝不能答应大庆的和亲。太子殿下，大庆既能主动示好，又何必大动干戈呢？刘大人，一时的战争是为了换取长久的和平，难道这点道理你不懂吗？和亲一事，朕认为利大于弊，此事不必在意。陛下圣明。此事确实不简单，我须得揪出这幕后之人。王爷，那些尸体上已经找不出线索了，我们之后该怎么办？既然死人身上找不出更多线索，那就得从活人身上找。他似乎与本王梦中之人有几分相似。阿叶，王爷，公主殿下，王爷左臂的旧伤又犯了。他是如何得知，竟然还如此在意？公主见过本王？未曾。既然未曾见过，那公主为何对云睿的事知道得如此清楚？恐怕这趟和亲早就精挑细选过，有了夫婿的人选吧。王爷是想说，本公主精挑细选的未来夫婿人选是王爷？难不成他想与我和亲？本公主不仅知道王爷的左臂有伤，还知道太子殿下青梅竹马的意中人是周府嫡女，甚至知道皇上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是不是更加可疑了？本公主本来就是来和亲的，了解这皇城之中皇孙贵胄的性格喜好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难道非要坐上花轿，掀开盖头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嫁的人到底是谁？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驿馆一事，本王已经派人查清楚，除了公主和侍女铃兰，其余众人皆遭匪人毒手，无一幸免。可公主怎么不见半分哀伤？如何才算哀伤？他们都是陪伴了本公主一路的中仆伙伴，他们遭遇不测，本公主能做的不是自怨自艾，而是为他们讨回公道。王爷，不是吗？可行刺的不是贼匪，而是身怀绝技的高手，似乎一切都早有预谋。早有预谋？难道上一世大庆公主的死根本不是意外？公主，你是否想到了什么？这一路并无什么异常。王爷若是有本事，可以自己去查。可是，王爷今日来是来审犯人的。我是来带你去太常寺登记入册的。马车已经备好，公主请。别动！疼！娘，你怎么伤成这样啊？你呀，再不回来，娘都被打死了。你一天只想陪着太子，哪还顾得上娘的安危啊？女儿是去山中采药，殿下担心女儿危险，这才陪着女儿一起。殿下真心待你，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了殿下的一片情谊。按娘的意思，你还是早点把婚事办了，也算了了娘的一桩心事。殿下真心待我，我便要嫁与他们。哎呀，殿下日后登基为帝，必定后宫3000。女儿可不想同一群女人争来抢去。糊涂！娘，你安心养着。你真是糊涂啊！那万人之上的后位，多少女子趋之若鹜，也就你
不识宝，家中本来有那俩母女，看着就碍眼，现在突然又冒出个大庆公主来，你爹还偏偏向着她，听她的话，居然还惩罚了我。瑶儿啊，你一定要多用点心啊！你再不用心，殿下就被他人抢走了。能被抢走的，便不算真心之人。女儿才不在乎。对了，娘，那大庆公主身份尊贵，又是王小娘的远亲，母亲处处针对她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依女儿看，母亲不必事事较真。夫人，二丫头来了。主母，找我？二丫头啊，本夫人之前真是小看你了，为了救你小娘，居然都可以舍弃掉你的外祖家。主母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为了给你和你的母亲留条活路。我要那大庆公主消失在这世界上。主母想买凶杀人，打算看什么样的价钱？是不是找错人了？唉，那如果是你母亲的性命，不知道希儿觉得够不够啊？嗯？此药混入茶水之中，香气扑鼻，韵味悠长，毒发之症如肺痨之疾，轻则卧床不起，重则性命不保。你们是表姐妹，有的是机会下手。当然了，如果希儿不愿意的话呢，我自然是不会强迫于你的。只是可惜了，你那母亲啊，身体本就羸弱，如今又挨了一顿板子，不知道到底还能挨多少日子。娘，崔氏的恶毒心思，女儿岂能不知？他无非是想借女儿的手，对福卫公主下毒，为其铲除隐患，再将这一切的罪责推到我的头上，一石二鸟。娘，女儿如果出了什么事，娘千万不要担心，更不要责怪女儿。如今的福威公主是假的？是，主人需要奴婢除掉她吗？哦，一切按兵不动，等我的安排。主人，我大时辰了，拿去吧。谢主人。希儿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要做什么？是我该问你，你要做什么？我给主母送参茶，为之前顶撞了她赔罪。公主何必如此紧张？是向她赔罪，还是以身入局，定她的罪？我听不懂公主在说什么。
你怀疑我对主母下毒，你是想给自己下毒？你知道以崔氏对你的戒心，你没办法轻易向他下毒，所以你只能给自己下毒，然后嫁祸给他。主母，你好狠的心！你竟然毒害我！不知死活的贱丫头，竟敢陷害主母！下毒的事儿，我看就算了，你好好养身子吧。父亲，我说过了，算了。就算你想拼了这条命，拉他入深渊，可是你应该明白，在这个州府当中，没有人会护着你，也没有人可以帮着你，你的生死根本就不值一提。就算我知道此举是飞蛾扑火，但这也是我能想出唯一的办法。公主可知道，这个毒原本是崔氏让我下在你的茶水之中，他想借我的手置你于死地。除了鱼死网破，公主可还能想出什么应对之策吗？我们谁都不会死。公主今日怎么得空上我这儿来呀？周夫人，今日希儿拿了壶新茶来送给本公主。本公主想着在府中叨扰许久，于是便拿来借花献佛了。这是二丫头送来的茶。是啊，周夫人，请吧。哦，好。希儿说，这茶香扑鼻，韵味悠长，周夫人也尝尝。哎呀，我近日心绪不宁，夜晚睡不着觉。大夫说，不宜饮浓茶。哦，夜不能眠，难不成是做了什么害人性命的亏心之事？本公主说笑而已，周夫人不必如此紧张。只不过，这个茶是本公主赏赐给周夫人的。这个茶是本公主赏赐给周夫人的，周夫人可不能不喝。嗯。我真的喝不了。周夫人为何如此抗拒？难不成这茶有问题？不对啊，若是这个茶里有问题，周夫人又是如何知晓的？没有问题，怎么会呢？真的没问题吗？会不会像肺痨之症，卧床不起？毒发之症如肺痨之疾，轻则卧床不起，甚至性命难保呢？重则性命不保。周夫人，
你放心，这个茶是本公主从大庆带来的桃仁茶，不是希儿送的断魂汤。不过本公主也奉劝你一句，从今往后，本公主便是希儿母女的靠山，就算是本公主嫁出去，也绝对不会弃她们于不顾。所以，收起你那些害人的心思和龌龊的手段，否则，本公主要你好看。走。没事，夫人。只有彻底解决印子前一案，才能真正护住娘和希儿。如今我可以信赖的人，只有阿言。公主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梁副将，莲凤，进来可好？我很好啊。带我去见你家王爷。公主里面请。王爷是想说，本公主精挑细选的未来夫婿人选是王爷？福威公主，王爷，公主来了，请。公主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王爷，驿站之事，不知是否有眉目了？公主可识得此物？这是从驿馆御赐的大庆和亲队伍的尸体上面取下来的，是大庆狼隼营的黑铁飞镖。王爷是怀疑我贼喊抓贼？公主的安危事关两国邦交，可竟有人在皇城驿馆公然行刺杀之事。本王猜想，无论此人身份是何种，他的目的都是要挑起云瑞和大庆的纷争。打仗是需要钱的。公主的意思是，云瑞印子钱近来猖獗，就连州府的女眷和母家都有牵连。我猜想这其中隐有关联，想请王爷帮我验证。公主对此事如此上心，想必是为了你的姨母吧？王爷高明。可公主与姨母亲缘尚浅，何以至此？姨母与我虽然交情不深，但再怎么样都是血亲。更何况，我也见不得人任人欺凌。可公主又凭何以为本王一定会帮你？因为王爷心软，见不得弱小被欺。本王心软？王爷，你去查查印子前一案的相关线索。遵命。王爷，这驿馆一案尚未了结，怎么突然又要查印子钱的事儿？莫非您真的相信了公主说的话？我看这个公主不简单，王爷您可别中了美人计啊！
你究竟是谁？为何总出现在我梦中？希儿，娘，希儿，娘，娘，这几天你又瘦了，然后娘若不在了，你一个人该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您不会有事的，娘。傻孩子，生死别离本就寻常，你记住，娘走以后，只许你哭上几日，之后擦干眼泪，好好生活。娘只遗憾不能陪我的希儿再久一点。娘不奢望你荣华富贵，只望你无病无灾，岁岁安康。希儿会的，希儿一定会的。这个玉佩，你记得把它收好，关键时候或许护你性命。娘，真是娘，娘。希儿，娘，希儿，娘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老爷，我冤枉！娘，
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终于醒了！你都昏迷好久了。王小娘呢？小娘她怎么样了？二夫人已经离世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怎么会这样？是那碗药，是有人在那碗药里下了毒。周大人已经派人查过了，说是药没有问题。大夫说，二夫人常年积劳成疾，再加上挨了一顿板子，没熬过来。啊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这个替身不仅与周二小姐外貌相似，还对王小娘的死伤心欲绝，究竟为何？为什么重来一世，结局还是一样？想救的救不了，想留的留不住。上天究竟为什么让我回来？简直就是个笑话，笑话！公主，你醉了。王爷既然来了，不如共饮一杯。我跟你讲个故事。从前，有个人孤苦无依，最亲的人也被害死了。他想报仇，却没有能力，只能借别人的势。他原以为站到了高位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但最后还是害死了自己，也害死了唯一在乎他的人。他不甘心这样的结局啊！幸好上天怜悯，给了他从头再来的机会。可他还是搞砸了，他真没用，结果什么都没改变。不对，是比以前还不如，比以前更惨，比以前更惨。公主，得失荣枯总在天，我们人能做的，只能是尽力去争取。我相信，公主也不是会轻易认输的人，不是吗？是啊，我不该这么轻易认输。小样！等一等，娘！走开！等一等，求
祠堂，好不好？他也配，你也配，拿来！做梦！希儿，希儿，你先起来，有什么事儿好好跟父亲商量。你个贱人！州府之中，岂是你一个庶出之女放肆的地方？父亲当初娶娘，是为了借王家的势力，后来王家倒台，父亲又娶新妇，希儿便拴上了崔家。如今又想借着长妾与太子殿下的交情，想嫁女攀上太子殿下。父亲深谋远虑，目光远大，这容不下一个小小的牌位吗？看来你的巴掌还是挨得太轻了，居然敢公然的忤逆你的父亲！来啊！给我重重的打！是。母亲，母亲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娘永远也别想进州府祠堂。谁说姨母要进州府祠堂？你娘永远也别想进州府祠堂。谁说姨母要进州府祠堂？让开！姨母是大庆王后的亲妹妹，她死后，她的灵柩应该回到大庆，风光大葬。这二夫人到底是周家的人，即便进不了祠堂，也是葬在夫家中。生同亲，死同穴，指的是恩爱夫妻。可如今，姨父对姨母还有半分夫妻之情吗？公主殿下，王氏是我们州府的妾室，这本应该是我们……姨父不同意，那便放弃。只要希儿妹妹同意，姨母便不再是州府的人，也不必守州府的规矩。既然这是公主的美意，老爷自然是不会拒绝的。毕竟以大庆王后亲妹妹的身份下葬，自然是比现在风光的多。3日后，本公主便会差人将姨母的灵柩送回大庆。娘已经死了，上一世我便是就此走上不归路，这一世希望希儿你清清白白过好这一生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那药是殿下给的，宫里的东西给希儿用上，应该能好得快些。我还吩咐下人熬了些汤药，这顿板子下去，身子可要好好养养。若瑶姑娘很关心这个妹妹。公主大抵是听了些闲话，以为周家嫡庶两女向来不睦。只是闲话吗？我只有这一个妹妹，怎会对她不好？只是嫡庶有别，母亲长家，
我若与希儿亲后，她要遭受的苦难，恐怕是这10倍100倍。原来从前是我误会了长姐，我还为了嫁给太子，害得她毁了容颜，自枪而死。长姐，公主昨日在堂前所言，我觉得好极了。谁说女子死后一定要入夫家祖坟？我以为这100年之后，后人只会记得她是谁的妻子，谁的娘亲，却不会有人记得她真正的名字，更不会有人记得她做过什么，有过什么功劳。我以为不论身份，不论男女，重要的是来时的路。你真的这么想？是啊，所以我很喜欢公主。公主豪迈飒爽，心中从未有过身份地位、尊卑之别。对不起，是我该说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只是觉得和若瑶姑娘非常投缘。我也觉得跟公主很是投缘，好像很早就认识一样。不过说起来，其实公主的行事作风跟希儿更像，只不过希儿还小，少了公主这样的见识与气魄。若我当年肯卸下枷锁，多看看周围的人，或许结局早就不一样了。公主不是说会护着我们吗？为什么娘还是死了？对不起，果然旁人都不可相信，我只能靠我自己。希儿，希儿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娘根本就不是病死的，娘是被人害死的。为何这个香气越发的浓了？难道娘是中毒而死？是崔氏害了她，我要去杀了她，我要杀了她，我一定要报仇！希儿，希儿，你这样鲁莽行事，会让自己都牵涉其中的。那公主殿下觉得我还能怎么办？我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，你相信我。这个仇，我跟你一起报。我拿什么信你？怎么会？梁副将，现身吧。公主怎知我在附近？这世间哪有那么多不期而遇？那日在酒肆见到你家王爷，我便知道他在我身旁安插了眼线。王爷也是担心公主的安危。去给你家王爷传个话，请他备好马车，今晚子时在州府后门见。是。王爷，公主相约此时相见，我们有必要来得这么早吗？这么晚了，公主竟还约我相见，
究竟有何要事？王爷，若曦姑娘，我是福卫。若曦姑娘，今日是公主有事相邀，还请姑娘不要胡闹。我真的是福卫。我与姑娘相识这么久，怎会认不出姑娘的模样？得失荣枯总在天，人能做的，只有自己争取。王爷以为我是不是轻易认输的人？现在信了吗？我与希儿是表姐妹，长相相似，有什么奇怪的？那公主，要不先上马车？天下竟有如此相似的两个人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哪儿？禹州王家。这。你的脸怎么和我一样？我一时无法跟你说清楚这件事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会去禹州查清印子钱一案，为姨母昭雪。这段时间里，你就借用我的身份留在州府，掩人耳目。虽然我与福卫公主面容一样，命运却天差地别。夫人，适才老奴看到二小姐出了府，不知去往何处。给我盯紧了，务必要小心，必要时斩草除根。是。对了，去把公主也盯紧一点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尽早向我汇报。是。周若曦，想要给你娘报仇，很快你便知道什么叫做蚍蜉撼树。班长，刚出过任务了，来看看。印子钱一案的风声已经传到了皇城，王家明知自己有嫌疑，却依旧毫不遮掩隐蔽，反而门户大开。公主不觉得这有蹊跷吗？你看，门口那个卖油炸果子的小贩，虽然动作看似娴熟，但他的围腰上却没有半分的油迹。而且我们已经做着半盏茶的功夫了，他一个油炸果子也没下过。还有，那个挑着菜篮沿街叫卖的小贩，已经是第3次经过王家门口。所以，看似门户大开，实则这4周都是埋伏。如此看来，王家确有嫌疑。是否有疑，一探便知。这茶极好，你也尝尝吧。张总，色嘴。
从前我也觉得这茶涩嘴苦口，但喝久了，才觉得回甘。很多事情不能急于一时，还需细品。夫人，公主殿下，周夫人，请起。是。公主，我还有要事，就先不奉陪了。他既然把我当做抚慰，那我便借着这公主身份，给他点教训。大门敞开，侧门却紧闭。看来这王家确实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既然门关得严实，又如何探听虚实呢？王家人都从侧门进，而且这个位置离正厅更近，或许可以从这里探听一二。看来公主不仅与若曦姑娘样貌相似，连她外祖家的事都知晓得一清二楚。来了，来，这个哎，你们两个在我们府门口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看来公主的法子行不通啊。眼下我们该当如何？抱我。啊！哎，说你们呢，在这干什么呢？抹不掉言语故事拨乱江潮，旧梦里灯火燃原来在这儿偷窥情郎啊！我还当哪里来的小贼呢？快走快走，快点走！我听闻传说起了风，又跌落成空，不敢扰众生，不敢惊动梦，只怕传颂未能描绘当年惊鸿。爱你是风月镜中是寻常爱恨，是待彩虹中，只愿随梦涌，实在难相逢。红尘变影，有始无终。公主，过河拆桥可不是个好习惯。这下扯平了。世人道，风月不堪繁华叨扰，牵引摇，心恩就很难消。而今时已落多少？继续。夫人，公主到了。嗯。啊。公主突然驾到，所谓何事啊？跪着。本公主叫你起来了吗？
姨母的棺椁现在已经到了大庆，但本公主仔细想来，周大人和姨母夫妻一场，姨母的牌位应该进周府祠堂。周夫人，你觉得呢？这事过礼法，我做不了主，还得问过老爷。那本公主如果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主，还是等老爷回来再做定夺吧。周夫人，本公主现在就要姨母的牌位进周府的祠堂。